行动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他们有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主导，或者没有办法胜选的话，纳吉就会回来了。这个语言坦白说，如果是在几年前应该是很有效了，那现在真的是好像大家对纳吉都有点改观哦。你周边你听到都会这样嘛，讲哇，以前纳吉做政府的时候又怎么样啊，这样的情况，好像许多人对纳吉之前那种厌恶的这个感觉好像越来越少哦，是不是？所以当你又说什么纳吉又回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哦。行动党需要有一套新的论述吧，有一些话他讲不出来，我想就应该讲出来哦，跟选民说是这样的咯，这个国家你要我怎么办呢？全国去走透透，选民告诉我吧，我应该怎么办呢？就有一个跟民众，尤其是非无意民众呢，或者是选民呢，有一个直接的这个沟通。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别份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然后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分享给所有你认识的朋友。好，随着这个柔佛还有森美兰宣布提前解散州议会，那么这两场的这个州选举呢，我们看到是在7月跟8月份呢会接连登场啊。那这一次的这个州选举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选举，而是很像是一场对联邦团结政府的一个压力测试。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胡一山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胡博士你好。大家好。是，今天跟胡博士访问，我觉得特别的轻松，跟老朋友对谈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不像这个团结政府，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特别是西蒙，不晓得他们现在是不是觉得压力山大呢？胡博士你怎么看？我想应该是吧，因为好像大家都同床异梦啊，好像在个别的这些成年党里面，各自都同床异梦，然后成年党与成年党之间也同床异梦，然后这联合政府里的这些伙伴们之间也同床异梦啊，就说大家好像都说得出一点，就是各怀鬼胎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国政治所谓的这个版图碎片化的一个几乎是必然的现象了。因为碎片化之后，那么你就要捡起最大的那一块玻璃片嘛，以它为基础，其他小的玻璃片呢，慢慢才凑成一个拼图，或者说一个联合政府了。所以大家都想成为那个最大的那一块玻璃片了，是咯？是。看起来这个团结政府呢，接下来能不能继续的团结在一起啊？感觉上很像他们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已经各自都有表态啊。但是在我们谈他们会不会继续团结之前呢，博士，我想要先请教你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次柔佛跟森美兰分开举行州选啊，那你觉得说，比如说像柔佛，如果他的这个成绩先开出来的话，那这个成绩会不会就影响到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森美兰的选情呢？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前我们常常先有州选啊，是不是？然后会有这个联邦的这个选举啊，几个月过后啊等等，那样的情况看的话，好像两者之间的这关系是不大的。在州选里面，可能比如说上一次了，我还记得国政在柔佛很好表现嘛，马六甲也很好表现嘛，这是假如我没记错21、22年初的那个时候。可是后来他们在这个22年的这个年底的全国大选表现就不怎么样，所以我想同样的柔佛的这个州选，比如说了国政再一次的这个几乎是狂胜啊那样，那么当然会有一点点的这些，就说那阵风会吹到森美兰。可是你看这两个州啊，我们常说各国国情不同啊，各州的州情也不太一样咯。没错，柔佛我们已经知道是几乎肯定国政是应该是会获胜啊，只不过胜多或者是胜少的这个问题。森美兰呢
就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可能需要组这个联合政府啊，所以这方面我看就说两者一点点关系，可是不会太大了。是好，那博士你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比喻的非常好啊，就是碎片要怎么样子把它捡起来，然后大家团结在一起啊。但过去都是选前，我跟你说我们都是各自为政各自为营，然后选后之后我们看情况才来讨论要不要在一起合作嘛。那这是过去的因为现实的状况必须要这么做。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虽然中央仍然是团结政府，但是我们看到在柔佛州，其实国政已经决定要自己单飞了嘛。我们就看到西门横向有一点 keep put 就觉得不太高兴。但是我又觉得说，不是以前就是这个模式吗？就是选前大家各自来竞争。但是选后之后再来谈嘛，所以博士，我想问你说，其实为什么国政他会决定要自己这样子单飞呢？那接下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说，比如说全国大选的时候，那是不是也会延续这样子的做法？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单飞啊，我认为是几乎是所谓的假单飞。我怎么说呢？因为你看现实的来说，国政何谓国政呢？其实就是巫统嘛。这里面的其他政党，我们说的客气一点，有很大的这个装饰作用了。除了装饰之外，那个作用应该是不大的了。所以其实我们其实说巫统要不要这个单飞了？是。那么巫统跟他的比如说他跟这个行动党啊，他们其实有那议席重叠到不多的，是不是？所以是所谓的单飞，其实也就是我会赢我的议席，然后你也会赢你的议席，过后也是在看大家需不需要走在一起了，有需要仍然可以走在一起了。可能你会问说，那么安华的这个公正党呢，那个也是大党来的哇，是不是？我想可能在许多人包括巫统的这个眼中啊，公正党可能已经不太成气候，起码可能巫统那边认为是这样了。所以在巫统眼中，其实跟不跟西门合作啊，其实应该是说跟不跟行动党合作啊。如果现在这个说我们跟行动党合作啊等等，哇，巫统自己的票会走啊。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就很多的有族同胞是不喜欢行动党的嘛。那么这样的一个现实之下，那么这个巫统他一定要说一定是单飞的，然后把自己能赢的议席尽量赢多啊，然后过后也许可能又跟行动党这个合作了。是不是这样子思考的话呢，就可以比如说在槟城如果要州选的话，那行动党如果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槟城他是赢定了，他肯定也不会跟别人来合作，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吗？可以这样说吧，就说因为槟城假如我没记错，40个议席里面呢，回教党、这伊斯兰党国盟啦，好像也有11个哦，所以也不少的哦。那么同样的，行动党也不会去跟巫统竞争那些马来人多的这议席嘛，所以也是大家各自声称不合作，声称啊，然后各自赢来一些议席，然后再组联合政府也是可以的嘛。其实我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各个政党啊，用尽一切的手段啊，包括说我跟他切席啊，我跟他各席对不起等等啊，总之赢多几个议席，然后过筹码就大了，是咯？是，就有谈判的筹码了。那博士你怎么看民主行动党？他在昨天刚刚宣布，就是我们录影的前一天，刚刚宣布了这一次要派出来竞选的这个阵容啊，你对这个阵容有什么看法吗？我想大家投行动党啊，从以前到现在，主要也是投他的 logo 了，就是投那个火箭的这个 logo 了。所以你说个别的这些候选人呢，他会不会就更为的就说影响选情？其实也不大的，因为你看有一些候选人才在之前的这些选举了，才刚刚第一次出来嘛，可是赢的那种票数是惊人的嘛，那肯定不会是因为他特别有这个第一次出来的魅力啊等等，肯定是因为大家要把票投给这个行动党了，所以主要还是看，尤其是非马来选民呢，对这个行动党这几年的这个表现，那么满不满意了？无论是在全国或者是在这个柔佛州了。是，那巫统
这一次他感觉上蛮有底气的啊，很像这个巫统他在柔佛，我们一向都知道嘛，他在那边他的基础是很强啊。那你对于这一次巫统的整个在那边的选情，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包括了在沙巴州选之后，然后还有接二连三，现在有很多全国性的议题，其实很像都对于西蒙不太有利啊。那你觉得这次巫统在柔佛的胜算还是大的吗？我想对这个西蒙呢制造一定的这个挑战的，可能也是一些比如说好像 Rafizi 的这个新的政党等等，但是到底这些政党都还新了所以我想很大程度上西蒙应该还是会，尤其是这行动党呢，还是会赢得很多这个议席，也许没有上一次那么多，但是还会是有蛮大的这个数目了。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我们也要再一次注意的也还是这个绿潮了。我们上一次看到比如说在柔佛州的这个东部啊，这个伊斯兰党啊土团党略有一些这个斩获了，因为到底比如说这个柔佛也是这个国盟现在虽然很分裂的状态啦，他的这个应该算是前主席吧，慕尤丁的这个老家嘛，是不是？所以比如说在慕尤丁的这个老家，他的附近啊的那些议席啊，会不会还是继续支持比如说土团啊，然后在柔佛州的东边伊斯兰党会不会更进一步的这个斩获啊？我想这个起码是我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现象了。反而是伊斯兰党可能在这次柔佛的州选当中还是蛮值得观察的啊。对，因为假如他连柔佛他都能够大有斩获啊，比如说赢得好像在槟城这样1/4的这个州议席啊，哇，那么你就看到他的声势是继续的非常的这个旺了，是咯。那 Bersama 没有机会吗？应该有了，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Rafizi 有点操之过急呢？就是这个党才刚刚成立，政治上有时候就是所谓的一鼓作气嘛，就是希望你刚刚成立，大家才刚刚知道说你有你这个党啊，然后你一鼓作气的希望能够起码赢几个了。我看他现实的来说，他也不会很有野心说什么赢10个议席不可能的啦，能够赢1-2个啊，那个都算是他一个蛮不错的这个成绩了，是吧？就好像穆达上次也赢了1个州议席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只要能够赢1到2个啊，哇，3个是很了不起的了，是咯。是这样，可能他们也有谈判的筹码。有，那么比如说西蒙所上市的议席啊，如果说我们说西蒙有上市了，那么很大可能也是比如说上市给这个同性党了，是，因为他们其实高度重叠嘛，对不对？都是主打这个什么进步派、改革派。那么穆达就因为好像跟这些国盟那边走到太近啊，我想这些非华人选民是讲到之前会唾弃他了，是就是对非穆斯林、非马来人选民，可能对于如果跟国盟走太近的这些人，可能就会嗤之以鼻了。对，有人会担心说，这一次同心党他这样子出来所谓的开关引号搅局了啊，或者竞选啦、参选啦，这样会分掉这个非马来选民的选票，让这个国政巫统啊，甚至可能会让绿潮有机可乘。你怎么看？这些都有可能了。那么当然，如果你看好像我来自沙巴嘛，才去年的年底的这个沙巴州选，那么许多这非土著的选民看到就是说对西蒙应该是有激烈的不满呐。那么看到有这个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这个Shafie Apdal 的这个瓦雷善党呢，那么也就纷纷把票投给那党了，然后就造成西蒙几乎可以说是全军的这个覆没了。那么我不认为柔佛会是这样
样的情况了，但是是有可能会丧失一些议席。那么在一些比如说那个差距不是很大的这些选区啊，那么当然分散选票，那么当然会有一些其他政党会渔翁得利啊，这个是难免的。像博士，你认为这个沙巴的选举的成绩它不会复制到柔佛州，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西蒙不管是在雪兰莪州也好，比如说这个猪农的议题啊，或者是说最近可能这2天又出现说连垃圾都要分清真不清真，这种在雪兰莪州发生的事情，你觉得这个效应，还有这个特别是非穆斯林选民对于西蒙的这种不满，它会不会外溢到柔佛的这个州选，或者是森美兰的州选？多多少少会有啦，因为就说非无意选民呢，可能会对一些时事课题啊，应该会对一些比较不只是对务实的问题了，对一些比较务虚的一些课题呢，就说这个社会有没有更为宗教化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些事件呢，多多少少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投票情绪。还有一点，其实应该也是很重要，沙巴几个月前呢，主要也是非土著选民呢，他们仍然坚信瓦瑞山是有机会成为州政府的哦，所以就 all in 把票投给这个瓦瑞山哦。那么你看，比如说这个同心党，他是绝对不可能做柔佛州政府的嘛，所以可能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你说完全把票投给他，好像大家那就真的是纯粹的抗议票了，是不是？你没有抗议到那么的深切，也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还有一点哦，大家也不要忽视啊。当初这个柔佛的这个州务大臣，他刚上台的时候，大家也许对他期望不是很大，因为到底他好像是临时被推上台的嘛。可是，在过去的这个4年里啊，你看他也好像蛮勤奋的这个工作哦。起码我们常看到他去巡那个要过新加坡的那个海关啊，那个移民设施啊等等，所以看起来也算是一个蛮有一定程度领袖魅力的这个州务大臣哦，所以我也不排除会有部分的就说非马来裔选民呢，也是决定要把票投给他所领导的这个国政，也是有可能的，是咯。就是在执政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结果的。然后也刚好，因为全世界的这个科技的这进步，变成也就在这4年里面，突然间冒出一个叫 AI 的东西哦。然后因为有 AI，所以要有很多这种数据中心哦。而柔佛无端成为世界上其中的最重要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聚居的这个地方哦。虽然我们这可以辩论啦，就是数据中心长远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好是坏呀等等，但是看起来好像怠忘了哦，所以就说也不排除是会有一些选民是会投票给他们哦，是吧？是，包括像是这个柔新经济特区啊，对呀，然后数据中心其实都带动柔佛的经济。对呀，你看他跟新加坡的这些政府啊部长们呢，哇，那个关系是非常良好的哦。然后到底还是一个年轻人嘛，他做事也比较有这个干劲啊等等的，是咯。是，好，所以其实州选举大家还是在乎这个民生的问题，还有在地的问题啊。所以你觉得说，其实现在的柔佛的执政，他们其实有做对哪一些事情是让包括刚刚我们讲的像数据中心这些，但是如果是在比较民生的课题的话，其实也有人抗议说数据中心其实分掉了水资源啊，然后可能电费也变得更加的贵啊，然后常常会有跳电的问题啊对，这些也都是柔佛子民他们很关切的问题吗？还是只是说这些只是一些噪音呢？大家一没有电没有水肯定会关注啦，是不是？可是就要看你认为这样对当地的经济是不是有带来一些帮助了。那么好像我老家沙巴没有水没有电，经济又没有起色哦，那么大家当然不高兴了，是不是？所以就要有一些非常手法来赢取选票了，这个我们
就战略了。那么柔佛不同啊，柔佛的选民啊，他有一大部分是几乎天天过去新柔长堤啊去打工咯。说的直接点，见过世面哦，人家是在新加坡度过一半的时间哦，人家会眼睛开大大看整个世界是如何演变哦。expectation 的一定的期望了，是不是？如果他认为，比如说 OK， 我们柔佛要这个经济要发展啊，什么是暂时没有水没有电，可是很快之后我们柔佛就会经济怎么好，那么他肯定会把票投给国政哦。这个因为他认为在国政领导下是会这样嘛。如果他认为有各种的贪腐啊，这种没有水没有电，经济又没有发展啊，那么可能就会继续的把票投给这个西蒙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Bersama 等等哦。了解。好，博士，我们来看看森美兰州好了啊。我们聊了很久柔佛，该是时候来聊聊森美兰州了啊。森美兰州的这个4大酋长不承认现任的最高统治者啊，你觉得这个所谓的王室风波对于一般选民的投票意向跟这个整个森州的选情会不会有带来影响？哇，以前我们看这个粤剧里有这个一部戏叫做《六国大风向》啊，森美兰应该是叫做4国大风向啊，是不是？而且2个层次的这种大风向哦，在统治者层次又一个大风向，州政府那边又一个大风向哦，都。坦白说，我们外人都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政治评论员都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森美兰的这些一般的选民啊，也会相当的这个混淆哦。总之是希望。就说王室的事情可以赶快解决，州政府的各种不和睦也可以赶快这个解决了，然后某种程度上，对啊，他们可能会就通过这种选票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愿哦，是吧？但那时候我们也看到说，首相安华他支持这个森州提前解散州议会嘛，他也是想要借助这一次这样子来重新洗牌吗？来一举解决森州的这个政治僵局吗？你觉得安华其实他是否有能力来解决森州的问题呢？我看森州的这个，我们先说政府的层次吧。州政府的层次的，就说各赢一些议席啊，然后过后又要合组联合政府啊，然后联合政府里面谁做大臣啊，做了大臣又首先自己的党里面不甘愿啊，然后那个所谓友党又不甘愿啊，等等。我看这个情况还是会继续下去哦，除非真的是有某一个政党啊，单一政党一次过赢超过一半啊，就好像以前这样了，那么才可能比较的这个平静下来哦。那么整个森美兰的发展，其实你怎么看？其实森美兰在森美兰州的人，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州选当中，主要他们会关心的议题有哪一些呢？我想最大的可能也是民生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看跟柔佛不一样，柔佛绑住这个新加坡嘛，又有什么数据中心啊这些，你明显可以看得出柔佛的这个经济啊，假如就说稳定下来啊，有好的管理啊，是可以很蓬勃发展的。森美兰呢？森美兰靠什么发展呢？它的几个那些传统的工业区啊，什么，假如我们记错叫阿萨啊，什么这些地方，也自从呢成衣业搬走之后，是什么来取代呢？这个，所以森美兰也是要找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咯。你讲你发展旅游业又好像不太多啊，是不是？所以好像整个森美兰大家很沉醉于这种争权夺利啊，这种内斗啊等等，好像整个发展就不太的这个注意了。所以我想森美兰人民这一点也是有深刻的感受了，是咯。那你怎么看这次森美兰州的这个选情？其实它是不是也是跟柔佛州一样，或者是其实我现在觉得全国各地可能都蛮复杂的。或许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它可能都没有办法是单独的联盟单一联盟来执政。那你觉得森美兰州也会是这样子吗？
柔佛是可以单一执政的柔佛是可以，森美兰就比较难。森美兰就是我看很困难哦。然后同样的，我也是将会很注意了，这个绿潮的这个蔓延是不是也逐步的这个侵蚀这个森美兰哦？也就是说，尤其是伊斯兰党了，会不会赢得更多的这个议席啊等等？还是关于这个绿潮的问题？对。那当然也有人开玩笑啦，说那森州要不要跟雪州干脆合并就好了啊？我看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啊，蛮困难的，是吧？也是网民大家开玩笑而已啊，这个实际要执行也不是这么容易啊。那你怎么看呢？你认为说像西盟、国阵以及同心党包括我们也讲国盟好了啊，不要忽略国盟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一次大家要各自拿下怎样子的成绩才算是及格呢？比如说我们讲说同心党，他可能现在只是在练兵嘛，对不对？能够拿下1-2个议席，可能就已经了不起，可能就达到阶段性的任务了。但是对于西盟来讲，对国盟来讲，对于国阵来讲，他们又应该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呢？如果说柔佛的话，国阵首先要能够继续的，假如他选择的话，能够单独执政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目标。然后能够越多议席，这个越好咯。这个西盟呢，能够保住他上一次拥有的这个议席的这些数目，应该就算是很不错了。至于说什么想要单一组织州政府，那个是应该是做梦了。那么同样的国盟方面，因为现在好像这个伊斯兰党跟这土团党好像都不太合作了嘛，所以伊斯兰党是否能够在所谓单飞的情况下，甚至在柔佛能够赢取更多议席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了。那么森美兰真的是各自赢越多越好，然后看怎么样的一个组合了，这个真的很难说。到时候大家再来参详一下再来商量看要大家怎么样来组政府啊。是，但是博士你怎么看呢？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本来就已经不太容易理解了，如果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我还要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又有这么多政党，这么多联盟。但是现在你怎么看？现在我们的政党跟联盟越来越分裂，对不对？像布沙嘛，他就从公正党分裂出来，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国盟现在也进行不断的在有很多的问题在分裂。你怎么看现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局势？如果你问我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发展还是负面的发展，我希望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发展呢。因为当我们的政治越来越碎片化的时候，可能大家坦白说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啊。等我们习惯了以前国政超过半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宣传以及他们长期的执政是不是？可是你看，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欧洲的例子吧，像德国嘛，是不是？他们这些传统上有这个基督教民主党，然后有这个社会民主党也就说两大的阵营了。可是后来也是越来越碎片化了嘛。然后每一次的这个选举过后我们还没有什么，还花上几天，最多1个礼拜就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德国通常是至少1个月，最多3个月才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所以这也使到就说当你这样的一个政府就有很多个成员党，那么你就比较难独裁了，你就比较难去威权统治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些整天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人士来说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个政府太强然后他就威权就独裁嘛。所以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反而你就很大程度上就绑手绑脚
了。你是说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由民间主导哦，要数据中心也好，要 AI 也好，要农业也可以的。我们的农业都不能自给自足啊，是不是？所以应该是民间去主导，政府最多是给一些这优惠啊、鼓励啊，政策这些做好啊，是等等啊。所以对我来讲，这碎片化是好，因为它比较难使到领导人特别有威权的，像马哈蒂时代特别独裁啊等等哦，是咯。是呼吁大家要继续 all in 啊，让这个西蒙可以单独执政啊。他是西蒙的人，他当然要这样讲了，是啦。是，但是其实博士从西蒙在沙巴的州选的成绩，以及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在州选的像是圣美兰啊，或者是柔佛州选啊等等，其实我包括了像是民主行动党，他们自己里面的党员都蛮紧张的就是各个有把握，但各个也没把握应该说各个有把握，但各个没信心啊。其实我们看到说马来西亚在团结政府的带领之下，你要说非常非常进步吗？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打高分，但是其实也有做对蛮多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经济成长啊，然后也有一些改革也有在进行。但是为什么其实大家对于西蒙，特别是非穆斯林选民对于这个西蒙，对于行动党的信心会动摇呢？你觉得他们其实有哪一些地方是没有做对？然后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想的很大的原因是非马来人长期觉得就说有各种的他们不满意的对待了，应该这样说了。那么就希望行动党能够帮他们有一个出头天咯，能够使到整个社会更为平等，整个社会更加公平啊等等。那么看起来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嘛，甚至你所说的在这个雪兰莪呢，甚至有这种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倒退的这种现象。那么很自然的，这些非马来选民就会觉得，就会把现在当朝的这个以非马来人为基础的这个行动党，就成为他们责怪的这个这个对象了。是。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讲回，好像这个德国的这些共主联合政府的这种各个政党是他们共主的联合政府的基础是在于一些政策是比如说移民政策啊，比如说什么贸易政策啊，我跟你同意，所以我跟你组织联合政府啊等等。那么假如突然间你那位做总理的极为强势的通过某个移民政策，我不同意我带领我的整个成年党我就退出的执政联盟，有时候你还未必倒台，你继续做了，但是我不介意做反对党了，是不是？所以行动党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有这样的气魄了。那么之前这个Anthony Loke 陆兆福在沙巴败选之后呢，不是说好像今年7月多少个月要办一个党代表大会嘛，要检讨6月份嘛，是，然后要检讨要不要留在西蒙嘛，这个大会也延期了又延期延到7月份，对，延到7月份，会不会等下7月份又讲圣美兰要选要延到8月呢？因为圣美兰是他的州嘛，等等，所以你这样就会使到大家对你不是有一点信心，不太有信心了，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气魄就是说当官不当官，这个是不是一回事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最重要是我这个党的一些理念、一些政策、一些意识形态是否得到推行。如果不是的话，我不惜就说把整个党拉出这个联合政府啊等等是咯。是，除了没有气魄的问题之外，就是其实选民也会期待说当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为这个华裔选民或印裔选民站出来讲话、发声啊等等。对呀。那现在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发声呢？他们其实是有什么包袱吗？是有什么我们不明白的苦衷吗？那个不明白苦衷说白了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会就是有人主导，有人不是主导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了。那么可能行动党的一些领袖进到去里面做政府，也发现以及不得不接受这种残酷的
这个现实咯，是咯。OK， 过去的想象太美好，对啊，但现在的现实太骨感，但这些又说不出口，对，所以这是他们的无奈之处，这样子。应该说是这样。但现在其实像行动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他们有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来继续主导，或者没有办法胜选的话，纳吉就会回来了。这样子的语言，你怎么看？这个语言坦白说，如果是在几年前应该是很有效了，那现在真的是好像大家对纳吉都有点改观哦。当然纳吉曾经是我前老板啊，这个我也不能去说一些维护他的话。或你周边你听到都会这样嘛，讲哇以前纳吉做政府的时候又怎么样啊，这样的情况，好像许多人对纳吉之前那种厌恶的这个感觉好像越来越少哦，是不是？所以当你又说什么纳吉又回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哦，那你就变成有反效果了。我想行动党需要有一套新的论述吧，有一套新的论述跟选民更加坦率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有一些话他讲不出来，我想就应该讲出来哦，跟选民说是这样的咯，这个国家你要我怎么办呢？选民你教我吧，这样，然后全国走透透，好像当年马哈蒂全国去办那个史蒂亚那种什么大会这样啊，全国去走透透，选民告诉我吧，我应该怎么办啊？什么这样呢？这就有一个跟民众，尤其是非无意民众呢，或者是选民呢，有一个直接的这个沟通，而不是让大家在猜为什么啊，然后看到哇，你跟马华越来越像啊，等等哦，是咯。是，与其用更多民粹的语言，倒不如谦卑的走入民众，聆听民意啊。应该是聆听哦，而且也不要好像尼可明这样变成他的尼可明个人秀这样哦，这个就不是聆听民意了嘛，这个变成去教训民意哦，是咯。其实民主行动党有很多的不管是部长也好，或者是民主行动党，我们看到在政府里面，我们看到会做事的人很多，但是偏偏就是因为某一些的因素，然后他们可能做的事情也没有更好的来做政令的宣导，或者是让大家知道，会不会？其实博士，你会怎么样子建议他们？他们接下来还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去挽回这些他们可能会失去的选票？我还是要走回那一句，就是坦率的这个交流了。你很坦率的跟民众说，你进入政府以后，发觉有些事情是能够改变，有一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是不是？那么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lowered expectation 呢，就是说把你的期望也要降低了。如果你期望降低不了，还是那么高啊，而行动党又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期望呢，那么你就可能不再支持行动党了。所以行动党要设法能够说服他的支持者啊，说这个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现实哦，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的哦，是不是整天有什么那阿嬷的情书的哦？没有的哦，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了。你们也看到，假如讲错一句话就会被抓的哦，这个是现实哦。是你要能够跟选民做这种坦率的这个交流，而不是办群众大会的时候变成你去训那个选民哦，是咯。是行动党做不到，那不萨玛就能够做到吗？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我们接下来可以观察到。但是最后，其实博士你怎么看呢？就是这一次的周选之后，你会预测说这个联合政府会当然这个周选也是很看这次周选的成绩了，成绩没有出来，其实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但是你自己预估的话，就是团结政府会不会因为这次这2周的周选之后呢，会出现怎么样子的影响呢？如果西蒙继续表现不错的话，那么全国大选应该也不远了啦。因为像我们所说，这2个好像是我们考那个 SPM 啊，之前那种预考那样啊，是不是？如果西蒙的表现是实在差强人意，好像沙巴这样啊，那么就可能等到最后1分钟了，是不是？就是说大家也真的要习惯这样的现象，就好像以前几十年超过半世纪啊，我们习惯了选举等于没有选举，这样永远国阵营嘛，是不是？那么同样的，现在是另外一个极端哦，每一次选举都那么高潮迭起了，是不是？
你要学会就说不只是看这种极为平淡的这个纪录片啊等等，你要学会看一些悬疑的一些这种激情高潮迭起的片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咯，这个是我们选民作为我们自己的政治教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迈向的方向哦。那么越碎片化就代表我们手上的权力越大嘛，我们就越能够决定谁做谁做哇。虽然你说他们过后他们会什么自己组合了，是不是？不过起码你那一刻你投给谁，他们会来求你的嘛，是不是？如果以前像国政才不需要求你哦，永远他做政府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然后踊跃的这个出来投票了，是咯？是要出来踊跃投票，不要把自己命运交在别人的手里啊。好，今天非常谢谢胡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我相信选完之后呢，肯定更精彩。到时候还是要需要胡博士再回来跟我们继续分析啊。对于胡博士今天的分享，不晓得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欢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也不要忘记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所有认识的朋友。我们下次见。